非常大家這個轉到聚焦國際嘅節目現場，一禮拜嘅全球新聞短評，繼續利用10分鐘嘅時間，帶大家抓走天下大小事情。一禮拜交換有請曾復生先生來為大家來做評析。先生你好，記者好，觀眾朋友大家好。一禮拜，我哋來看嘅頭一條新聞係拜登總統呢之前接受時代雜誌嘅訪問介下，再有講到冇排除會用武力來保護台灣咯。而之前公告4度了，幾禮拜過強調一拜，先生很想來解釋一件事情咯。也拜登總統啊，也拜清清楚講也一個話有清重要一個意義嘅佢上台做總統開始啊，從2021年咧8月同10月，同2022年咧5月同9月啦，連續4擺公開表示講如果這個中共中國武力犯台嘅話，那美國會出兵來保護台灣，也係美國嘅承諾，安全嘅承諾，要講清楚也擺呢第5擺佢接受也《時代》雜誌咧訪問佢咩公開表示講，佢冇支持台灣獨立同時呢如果態度改變要有嘅改變現狀嘅一個意圖嘅話，美國就不排除會派兵來保護台灣同時呢，美國會同其他相關嘅國家共同來協商做一件事情所以呢拜登總統也擺表態呢就清楚表示講，美國推動也印太戰略已經開始部署也印太區域民主聯防一個新嘅架構。也係架構越來越明確，同時越來越強所以呢，拜登總統採取係強勢外交、強勢國防嘅一個態度來處理一件事情。所以也擺時代雜誌嘅訪問佢咩公開表示清楚講如果中共改變片面改變現狀嘅話，美國就會派兵來保護台灣。所以也點講清楚，對全世界來講咩係一個大新聞不過呢，你咪注意到。美國的國家安全顧問蘇利文最近呢佢咪公開表示講，美國的一個中國的政策冇改變，同時呢，美國繼續保持也戰略模糊、兩邊合作嘅一個架構咪冇改變，也代表乜個意義呢？代表講美國係咧採取一個很重要一個態度講，如果台海地區嘅和平穩定一個現狀做得保持嘅話，也對大家全部係有利嘅。任何一邊中國一邊或者是中華民國台灣一邊，如果喺片面來改變現狀嘅話，美國繼續會採取美國自家嘅政策美國會讓乜人做冇人知，但是呢，美國自家有嘅主見但是佢咪同時強調美國呢一個中國政策呢冇改變，戰略模糊兩邊合作嘅一個戰略咪冇改變要大家要注意的。各位看到嘅係兩下嘅全球氣氛情勢係見升高哦，日本今年嘅香格里拉對話呢，氣氛係當奇怪哦，韓國每種兩強有交鋒，當然未有吸引嘅部分哦。先生，你用上來觀察咯。又擺香格里拉安全對話呢，你注意到呢有4個很重要一個重點值得大家來觀察。第一個就係美國同中國嘅國防部長18月以來呢，第一擺面對面嘅會談。也擺面對面嘅會談呢，兩邊全部公開表示講，願意來維持兩軍嘅一個正常嘅溝通管道嘅暢通來避免誤解誤判爆發意外軍事衝突。同時呢，兩邊咪同意講未來幾個月會開始安排戰區嘅指揮官，所以中國鴉片呢，所以東部戰區嘅指揮官，那美國鴉片就美軍印太總部嘅指揮官，會通電話來保持一個溝通嘅管道。同時呢，美國同中國兩邊嘅國防部長全部答應講，如果有重要嘅事情要發生嘅話，那有天花，兩邊全部愛接，做唔得唔接也係天花所以也點咩輕重要一個新的突破。最重要一點就今年的年代那美國同中國就會成立一個危機溝通工作小組嘅一個輕重要一個機制。一個機制同樣有咩希望講避免雙方誤解誤判爆發意外軍事衝突，對兩邊全部不利嘅同時呢，你咪注意到。也擺一個香格里拉安全對話，美國同中國兩國的國防部長針對這個南海議題台海地區的議題，同時呢針對中國可能會支援俄羅斯的國防工業基礎的一個很重要一個動作雙方全部有清這個清楚的一個表態。
同時呢，中國的國防部長咪公開在會議上表示講希望美國呢要注意做唔到侵害啦從印太地區來擴大印太北約一個架構，所以呢也提出重要一個警告美國表示講佢咪冇意圖來推動印太北約最重要還有一點就亞拜呢烏克蘭的總統澤倫斯基佢未來嘅香格里拉安全對話，但是亞拜佢來參加安全對話比上一去年佢參加就有千大一個差別去年佢嘅影響那今年呢我看到知道呢其實有一點垂頭喪氣，因為多數嘅國家對於亞拜而且瑞士召開一個安全峰會那興趣不大，那中國美國的國家領導人全部表示唔會來參加。其實來看到呢條新聞係咧，柏楊嘅國安會協調官科比之前講係講哈馬斯係來接受美國提出嘅3階段嘅和平協議呢，以色列東橋咪可能會停建安尼做，咁樣嘅可能性，先生。我知道有可能性唔會太大6月1號呢，拜登總統佢公開表示講，以哈戰爭係結束嘅時候咧但是呢伊亞拜提出來一個3階段的一個停火的一個建議第一個階段呢就兩邊停火6個禮拜，但係同時呢雙方釋放部分的人質同時呢以色列同意用印尼有600輛的一個人道援助物資的卡車都得進入加沙走廊另外呢，以色列的部隊開始撤出喺巴勒斯坦人遷到的地方的一個城市但同時呢，讓喺巴勒斯坦人轉到去加沙走廊北部，還有其他做得帶人的地方來繼續生活喺第二階段呢，需要雙方釋放所有的人質同時呢，以色列撤出所有加沙走廊的基點轉到以色列的其他國家的土地另外第3個階段就係由美國來領導全世界重要的國家共下來為支持加沙走廊的重建的計劃，計劃呢差不多要3-5年的時間，所以停火的3階段的提議當然哈馬斯武裝集團表示歡迎，因為呢也讓哈馬斯武裝集團做得喘一口氣，同時呢也做得休養生息繼續維持在加沙走廊地區的一個統治的地位但是呢以色列那邊就冇同意咧，那以色列總統呢？以色列現在嘅總理納坦雅胡受到美國的干預侵態美國也採取雙線的一個政策，一方面對這個對這納坦雅胡施加壓力，同時呢咪開始同這國防部長格蘭特同內閣的部長甘茲共下來協商，所以希望講以色列接受美國提出的3階段，但是呢納坦雅胡嘅內閣的右派的一個極端的部長，包括財政部長同國家安全部的部長，兩者全部反對，也都堅持要做同所有的哈馬斯武裝集團全部殲滅，漳州的停火。所以亞點到目前為止冇達到共識，所以我知道拜登總統也3階段停火的建議咩唔會行清橋。前面來看嘅係美國同盟國同意烏克蘭用西方國家提供武器攻擊俄羅斯本土了後，呢個禮拜烏克蘭係正經是係用嘅西方提供嘅遠程及精準嘅武器來打咧俄羅斯本土境內嘅一條軍事設施其實有人看到禮拜俄烏戰嘅危機案呢，再個恐太猛。我知道呢，俄烏戰爭因為美國也同意烏克蘭做得有條件呢攻擊俄羅斯本土的軍事基地讓也規個俄烏戰爭進入一個新的階段，也喺新的階段呢係表示講會越來越嚴重因為呢俄羅斯鴉片呢佢咩唔係省油的燈如果講烏克蘭攻擊俄羅斯境內的軍事基地，最近就攻擊俄羅斯的也長程預警雷達一個基地造成了俄羅斯輕重大損失所以呢，亞個動作呢，讓這個普丁總統開始呢這個準備講，如果西方世界全面來支持烏克蘭，對抗俄羅斯，同時呢針對俄羅斯本土的軍事基地開始展開全面性的攻擊動作的話，那普丁總統其實公開表示，第一點西方世界做唔到誤判那烏克蘭俄羅斯係有可能會採取會用
核子武器來保護那俄羅斯嘅領土嘅完整同國家主權嘅安全啊。所以從呢個角度嚟看的話，那西方世界有可能會同這個俄羅斯進行核子戰爭的一個可能性啊，這我們得排除。第一點呢，那普丁佢咪公開表示過，佢冇意思過要同北約作戰啊，同時呢，佢咪唔會有建立俄羅斯帝國的一個想法。但是呢，如果北約嘅國家，尤其係德國啊，繼續提供長程的遠距離的一個武器，幫烏克蘭來對抗俄羅斯攻打俄羅斯本土的軍事基地，還有其他重要的戰略基點的話，那不排除俄羅斯就會針對德國同其他相關的歐洲的國家一個重要的軍事基地採取遠程的攻擊的動作。如果有遠程攻擊嘅動作呢，真正發生的話，也就代表講俄羅斯同北約的國家別的國家正式開戰要正式開戰啊，又代表講整個俄烏戰爭要正式外溢到整個歐洲地區，會造成俄羅斯同北約也些國家直接的衝突，也係說全世界大戰的開始咧。羅先生今日帶來嘅評析，禮拜日回顧嘅新聞係拜登對台海問題嘅表態，韓國向佢哋對話，另外是係以下同俄烏兩場戰爭嘅後續發展。先看一下，大家繼續來看咯。台灣呢禮拜再個整體參加世衛組織嘅大會，但是冇成功。等家下呢，非洲嚟嘅公司之下2年，帶下來看具體現場嘅觀察。